鴉片餐風行中國，打從懂得獨立思考以來，就發現所謂鴉片戰爭存有許多不對頭的重大疑點。比如說，一個國家為什麼總會動員吸毒呢？人家又沒有把手槍對住你的太陽穴威脅你非要吸毒不可，何況洋人也不懂得吸鸦片烟膏的方法，這是中國人自己发明的。當全球的化外之民都主要把鴉片用於醫療之時，中國這個自稱最優秀的文明，卻在沒有生命脅迫之下，自動把鴉片當飯來吃，直到滿清當局再三取締也無效。這個現象是極不尋常的，當中所涉及的責任，怎樣也不可以一概推到洋人身上。人生苦悶，沉迷惡習。後來，當我在認識更多中國文化時，就深深體會到中國人的生活幾千年來真的是苦悶無聊到無以復加。即使不吸鴉片，他們也會沉迷於這樣或那樣的無聊惡習，如纏小卒、煉丹之類，害處隨時比吸鴉片更慘烈。後來再讀到周作人分析中國人沉迷鴉片主因是中国人富的閒的無聊，窮的苦的不堪，都以麻醉消遣，簡直令人拍案叫絕。寥寥數字就描盡中國人的頹廢精神面貌。對於中國人借鴉片來排遣苦悶之說，史學大師石景謙也表認同。又到後來，我讀到中國共產黨的發跡歷史時，才知道那個罵鴉片戰爭罵得最七情上臉的中國共產黨，原來自己在革命聖地延安就是靠種植和販賣鴉片發財致富起家的。更加荒唐的是，他們的鴉片不是賣給洋人，而是賣給自己的同胞。從這段歷史，我又更看清楚中國人那種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的精神，以鴉片劫持食客。但只要中國人的苦悶頹廢精神狀態不改變過來，只要中國人那種不擇手段草菅人命的陰險心態不改变過來，中國人還是要靠鴉片過日子的。過去20年，中國人進一步把鴉片的功用發揚光大，竟然把它應用到烹調上面去。開餐館酒樓的，為了令客人成為回頭客、常客而任其宰割，僅在烹調時暗中添加罌粟殼或罌粟籽之類，令客人吃後上癮，繞梁不去。將鴉片廣泛用於烹調的做法，至少可以上溯到1990年代初。早在1992年，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學刊《中國藥房》第3卷第3期上面，就有一篇題為《對罌粟殼應加強監管》的文章。該文警告，有些不法飲食店和攤主為了謀取暴利，拉回頭客，僅置國家法律和廣大人民的健康於不顧，採用非法手段，通過各種途徑套購罌粟殼，並將其碾成粉末，加入飲食湯汁火鍋內，或摻入調料中，使食客用後欲罷不能，以達到賺錢的目的。據有關部門調查情況表明，此舉已非個別現象，如不加重視，有繼續蔓延的勢頭。自從飯店老板嘗過以鴉片入膳俘虜客人，把客人變成提款機的甜頭後，全國無數飯店紛紛效仿，以改善營收，特別是避免在人人都用鴉片留客的形勢下挨打出局。鑑於事態嚴重，中國衛生部不得不於1992年頒布食品中鴉片生物鹼成分測定方法暫行。但直到2000年左右，據有關科研人員所做的多次抽样檢驗表明，中國多個地方的飯店所提供的火鍋或湯料，甚至其他食品，還隨時有高達3到4成不等含有鴉片。其中一個報道更加驚人，新密市向河南省防疫站送檢5份樣品，僅有4份含有罌粟殼。洛陽市衛生局突擊抽檢了23家胡辣魚及燒雞等飲食店，10家飯店使用了該類物質。其後，鴉片飯店雖少見收斂，但依然像所有中國惡習那樣屢禁不止。火鍋界的摯愛鮮香王含有嗎啡、古柯鹼。在鴉片餐較盛行的福建，當局到2001年年底才通過福建省禁毒條例，3令5申餐飲業摻用罌粟殼者重罰，仿佛不作此聲明，飲食業就可以用鴉片餐待客那樣。2004年6月中，貴州僅有215家餐館因被發現在飲食中摻入罌粟而遭停業整頓，
消息震驚全國。含有嗎啡的罂粟調味粉、罂粟籽調味油等罂粟製品相繼驚現廣州、雲南、太原多地。2005年年底，據香港《東方日報》題為“罂粟毒火鍋悄悄襲港”的報道，發現部分本港廚師為求顧客，不惜鋌而走險，北上深圳買入內地違禁品罂粟殼，炮製成秘制罂粟毒火鍋，使客人在不知不覺間吃上癮。2006年7月，廣西南寧警方驗出一直風靡全國火鍋界的鮮香王調味料竟然含有嗎啡、古柯鹼等毒品成分，並與涉案公司查封了67箱19種包装的鮮香王罂粟籽調味品罂粟籽油。直到2006年8月，鮮香王又在重慶热销。重慶市卫生监督所專家稱，該產品涉嫌違法，禁止食用。鴉片餐甚至蔓延到西藏。據2005年11月29日西藏日報報道，在年初，拉薩市禁毒大隊在一家火鍋店曾一次查獲数百斤罂粟殼，而這只是火鍋店在鍋底中添加罂粟殼的冰山一角。一位在火鍋店打工人員稱，現在拉薩的飲食行業競爭非常激烈，火鍋店也不少，而火鍋沒有多少特色，要在拉薩立足發展非常不容易，很多火鍋店都在火鍋裡添加罂粟殼。許多遊歷過中國的老外常對我說，對中國餐館的飯菜念念不忘，時有心癢難熬之感。我就懷疑部分原因是鴉片的作用而已。幸而至今排山倒海的鴉片餐新聞和研究只見於中文刊物，還沒有聽過一個洋人說看過中國鴉片餐的新聞，否則許多來華朝聖的洋人會嚇得雞飛狗跳的。暗中下毒比鴉片商人更可恥。鴉片餐得以在中國崛起並盛行全國，到今天屡禁不止的失控局面，是完全有其中國特色的。暫時我還沒有聽過世界上哪個地方的餐飲業會為力求賺錢把人命作踐到這個地步。我也不明白，中國人的道德號稱全球第一，為什麼會幹出這樣喪心病狂的事來？從媒體就鴉片飯店店主所做的採訪可見，他們都是為了求生存才這樣狼心狗肺。他們為求生存而不擇手段，跟毛澤東在延安為求生存從而不擇手段種植鴉片和販賣鴉片看來沒有很大的差別。同樣，就如毛澤東這樣不擇手段，最終除了自己做了皇帝之外，並沒有造福中國人民一樣，賣鴉片餐也只是為了活己而不理他人死活的絕對自私劣行。若恆以中共的最新道德守則八榮八恥，這些賣鴉片餐的飯店老板和靠種賣鴉片起家的毛澤東，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就起碼囊括了以下五大恥：以危害祖國為恥，以背離人民為恥，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違法亂紀為恥。如果當年英國的鴉片商人是無恥的話，現在這些賣鴉片餐的中國商人則可無恥10倍，因為前者是明買明賣，願者上鈎，但後者就是暗中下毒，令人防不勝防。上了毒癮還以為只是食欲大進，或以為是遇到天下間最棒的廚子。中國人最有以毒品自我麻醉的資格，但奇怪的是，除了幾個因為吃鴉片火鍋而自覺上了毒癮的受害人向傳媒稍作投訴或呻吟之外，似乎一般中國民眾對鴉片餐並無很大反應。儘管鴉片餐的問題相當嚴重，但也沒有聽過有多少人因而刻意回避這些鴉片餐。就像體育之星姜博、安琪和張寶峰等人，一天到南京一火鍋店吃火鍋，吃到一半的時候，姜博從火鍋裡撈出一個好像罂粟殼模樣的調料，就狐疑說，這個調料裡不會含有興奮劑吧？於是大家都停下了筷子，但安琪接着就說，都吃半天了，現在不吃也沒有用了。大伙兒似乎吃得意猶未盡，又加了一份羊肉。畢竟吃就是中國人用以發洩被奴役的苦悶和逃避茫茫前路的主要途徑。嘴部的蠕動和对被咬食物的絕对控制，是無數中國卑微老百姓自覺尚可體現自主權的重要活動，是人生快感主要來源之一。現在有人暗中把鴉片跟食物結合起來，無疑有助於把中國人吃的快感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也許這正是許多中國人壓抑在潛意識裡面的秘密慾望，
吃過鴉片餐的中國內地朋友對我說，他們一般都是知道食物是加了罂粟的，但還是會大吃特吃。他們說，當然是有人吃得上癮了，但基本態度是並不在乎。看来他們对待鴉片的態度並不如外面世界的人的想象的那麼認真。這也可從當局對摻用鴉片的飯店經營者一般只是輕微罰款了事的寬鬆態度得到旁證。在一個有 65% 國民希望來生做外國人，甚至寧願做豬也不再做本國人的國家，萬馬齊喑，舉國若盲，做人那麼清醒有什麼意義呢？醒着只會感受到更多的痛處。就如魯迅所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民，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個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苦處，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嗎？誠然，中國人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有以毒品自我麻醉的資格，而在中共當局眼中，沉迷鴉片當然也比沉迷台獨、疆獨或法轮功安全得多。就像舊社會中的財主會覺得兒子待在家裡吸鴉片比到外面狂賭敗家安全得多那樣。滿清時中國人要吸鴉片還要到藥店假施藥之名，現在可以大摇大擺到飯店大吃大喝鴉片餐，方便多了。原載于2006年11月《開放》雜誌